给我瞄准了打！哎呦，KO 了！KO 了！你丫的！坏了，这一下已经晕了。山东硬汉实力太猛，一晚 KO 2位国际擂台赫赫有名的世界冠军，吓坏武僧一龙看呆观众，一跃成为了中国擂台万人瞩目的搏击明星。从籍籍无名的散打冠军到家喻户晓的搏击名将，只需一晚 KO 2位世界冠军即可。如此猛将就是来自山东绰号沧海一剑的曹鲁健。他在训练期间从不偷奸耍滑，别人一天训练8个小时，曹鲁健至少10个小时起步。多年的沉淀与蛰伏，再加上他那稳如泰山的武术散打根基，很快就让曹鲁健过关斩将，来到了4人赛。只需一晚斩杀2位世界冠军即可获得这个级别的最高荣誉。曹鲁健的首位对手，他的身份就不简单，他的背景神秘，实力未知，就连他擅长什么都搞不清楚，足以证明他在他自己国家的实力与地位。此人就是准备要替美国人出头的英国搏击名将奥格勒斯。来华踢馆已有2个月，他也是一路披荆斩棘，一路连胜才勉强获取的4人赛资格。看来奥格勒斯对曹鲁健的实力是一无所知，竟然敢扬言要把曹鲁健打飞，让其永远失去打比赛的资格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曹鲁健的精彩表现。白色短裤是中国勇士曹鲁健，黑色短裤是英国搏击名将奥格勒斯。在此之前，奥格勒斯在国际擂台还保持着8胜不败。自从接到了要来华踢馆的通知，于是便放下备战将战场，转移到了中国擂台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究竟是何方神圣，只知道曹鲁健是一个散打冠军，其他没有什么冠军头衔和冠军奖杯。比赛一开始，曹鲁健没有任何犹豫，刚强有力的拳脚进攻打的奥格勒斯一愣一愣的，根本不相信曹鲁健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。你看曹鲁健这个力量非常对，连续的击鼓拳。尽管是第一次来打这个昆仑决，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，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，那身高也只有1米8左右的，力量没有这么大。那时候打75，现在改成打80，他的拳腿组合很有这个力量。在之前的疯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，疯马的身高是一个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过后，曹鲁健瞬间大爆发，卯足了劲往奥格勒斯的肋骨上打出了几次要命的进攻，肋骨遭受重创的奥格勒斯倒了下去。别看他此时正蹲在地上大喘着粗气，其实他内心很害怕曹鲁健后续的进攻。碍于美国方面的施压，奥格勒斯不得不重新站起来，投入到战斗之中。对付这种来华踢馆的外国人，就应该用3板斧的方式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去的打了踢鼓拳，连续攻击肋部。现在这个是对方的软肋，对，这是软肋了啊！就是软肋，这真是软肋，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。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，但是很难。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格勒斯其实在泰国比赛里面他挺强悍的，他的那个打腿动作啊。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了。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米88的，非常的高大，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。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，而且速度也是过人。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，又有速度又有力量。曹鲁健这种聪明的，对，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。虽然奥格勒斯已经被曹鲁健的3板斧震慑住，但他时时刻刻都想把进攻打在曹鲁健的身上。奈何曹鲁健的作战计划十分的缜密，就算奥格勒斯拼了命的要对曹鲁健发起猛攻，试图扭转战局，为美国和英国扳回一城，真以为曹鲁健是闹着玩的吗？精准的拳脚进攻再次压制住了想翻盘的奥格勒斯。对于曹鲁健来说，一个小小的泰拳冠军兼世界冠军还不足以威胁到他。看到英国的这个奥格勒斯一个上勾拳打中了曹鲁健。奥格勒斯的内围战呢还是非常的独到，但是呢，曹鲁健大开大合，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。这很浪费体能的呀，曹鲁健。对，看，右手上勾拳，你看没有？又打一个上勾拳。这倒计时还有10秒。对，双方能否有再非常漂亮，有点可惜了。这场比赛的拳法这个打击力度，但是他有意加强一些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曹鲁健用3分钟的时间让奥格勒斯见识到了他拳法的厉害。准备预防拳法进攻的奥格勒斯突然遭到了腿法进攻，犀利的拳法进攻加上刁钻的腿法进攻，彻底让奥格勒斯意识到了敌我差距究竟有多大。腿也很重，是的，这个时候奥格勒斯呢防守显得有一些的软绵无力，毕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，这边已经都红了。是的，现在曹鲁健就低扫踢完之后，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后手要打一个非常痛。看到奥格勒斯，最终奥格勒斯倒了下去，脑袋不仅被曹鲁健的拳头打得嗡嗡作响，并且他的大腿还被曹鲁健踢得站不起来。
这场胜利并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不得了，这个选手，这是充分反映了一个我们是叫一个杀手气质。一旦是看到了胜利的可能，马上进行追击。对，而且都在攻击在同一个位置上。是的，刚才前的打肋，现在在攻击自身内。原来都是80公斤的选手，你看他的这种打法和白敬斌和方面完全不一样，是吧？是的，虽然是不同时代的80公斤的全国。赢下奥戈勒斯才能获得总决赛的名额。与此同时，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也击败了他的对手，进入了总决赛。这家伙既然能一路过关斩将，成为曹鲁健的对手，那么丹尼尔必然有十分雄厚的实力。赫赫有名的格斗冠军加上终极格斗总决赛冠军，这2个冠军头衔足以让丹尼尔横霸一方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丹尼尔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曹鲁健，蓝色短裤是新西兰搏击冠军丹尼尔杰梅。要是说奥格勒斯是曹鲁健难以翻越的大山，那么这位丹尼尔将会成为曹鲁健登上山顶的最大阻碍。不仅年龄比曹鲁健大了8岁，自身的比赛经验和格斗技术也比曹鲁健丰富很多。二话不说就开始对曹鲁健发起猛烈进攻。身经百战、久经沙场的曹鲁健岂会轻易畏惧眼前这位强敌？拿着刚强有力的拳脚进攻，就与丹尼尔展开激烈对抗。那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。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，年龄27岁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也是85公斤。现在打得非常耐心，而且呢，他那个视野呀和思路也比较的清晰。毕竟是今天的王者之战嘛。虽然对方啊，我看到实在是给了强大的压力，可是我们这是中国选手年轻小将，他在比赛中确实打的还是步步为营啊，稳扎稳打。没有错。本次5战世界功夫争霸赛也是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比赛。丹尼尔为了拿到冠军也是豁出去了，就算是顶着曹鲁健的进攻也要发起反击，挨揍貌似成为了丹尼尔的家常便饭。然而曹鲁健并不会一直和丹尼尔玩过家家，终有一次会精准命中丹尼尔的要害部位，从而让丹尼尔快速失去比赛资格，将冠军拱手让给曹鲁健。泰拳出身的丹尼尔打的并不是特别的激烈，只是选择了一个稳中求胜的战术打法来与曹鲁健展开对抗。奈何曹鲁健可是练习多年武术散打的散打冠军，在中远距离和中近距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。他们注重的是个有效的击打，有效率更高，就志在必得。没错，我觉得双方呢内部定的这个目标就是 KO 拿下 KO 对手。打挺。看看双方这一场的表现。曹鲁健在我们的5战第1场也曾经参加，获得了胜利。这一次参加的是王者之战。漂亮，还有一个全场的变现，机会来了，非常主动的一次。从表情上看啊，对方的几次重击啊，确实对他的挨到多次重击且不倒下的丹尼尔，虽然表面上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他内心已经丧失了原有的自信心，甚至不敢对曹鲁健发起主动进攻，要么打完往后拉扯，要么打完就进行内围缠抱，宁愿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让曹鲁健实施防守反击。这一次倒地非但没有给曹鲁健制造出太大的影响，并且还激发出了曹鲁健内心积攒已久的潜能。但是呢，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他这个打动作预兆比较大，大开大合，就是提前的这个预备是比较明显。我们经常讲的这拳击中有个术语叫打电话，就是你拉开架子就给你一个对方给一个提示，就是我要做动作，我要打你了，所以我们叫打电话嘛，一个是动作很形象，再一个呢，这个寓意也非常清楚，就是通知你。已经两个一模待行，但行必不赢。找对手啊，确实不是等闲之辈。从比赛中他确实注意控制局面，因为对方比赛经验非常丰富。你刚才这个迎击啊，确实打的是恰到好处。所以他现在首先要保证得立于不败，不出现什么明显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丹尼尔的破绽已经被曹鲁健所发现，不是不进攻，只是时间未到。此时丹尼尔的警惕性和精神状态都很充沛，稍有不慎就会让丹尼尔逮到翻盘的机会。然而曹鲁健实在是等不及了，拎着拥有千斤之力的重拳开始疯狂暴揍丹尼尔。哎呦，效果！我给他读秒，再读秒，能否 KO 对手呢？看对方能不能够保持，因为现在只有2分钟啊，所以对他来讲呢，确实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。现在没别的，就是狂轰乱炸，乘胜追击。对方也非常聪明，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。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不管怎么讲吧，这个重击啊，谁难受谁知道。对，打在谁身上谁疼。
因为刚才这个有效击打呀，它是连续重击，所以呢，王强的这种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，我们看得到的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动。所以现在呢，他要掌握好。实在打不过曹鲁健的丹尼尔开始实施搂抱，消极搂抱的方式只能救得了丹尼尔一时，但救不了丹尼尔一世。待时机一到，丹尼尔将会成为曹鲁健的活靶子。曹鲁健发怒，谁也拦不住。赛前的丹尼尔不是挺嚣张的吗？怎么现在开始找裁判评理了呢？难道是因为曹鲁健下手太重，实在受不了的丹尼尔开始向裁判提出抗议？奈何裁判根本不搭理他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哪来的那么多借口？好的，下面请允许我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。本场比赛第2局1分35秒，最终曹鲁健一晚 KO 2位世界冠军，彻底扬名海内外，让更多外国人见识到了中国功夫的厉害。中国武术散打也是不可战胜的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曹鲁健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